2035到2050年之間啊，如果美帝国的势力啊出现彻底的崩盘，甚至美国国内政治出现重大的结构性变化，那么中俄關係可能也會出現不利於我們的翻轉啊。所以我們要追求的是一種有利於我的世界政治格局啊，是一種操之在我的大國均衡和共生狀態，而不是一切人與一切人為敵的叢林狀態，也不是用我們的意識形態去改造別人啊，更不是把某個特定對手斬盡殺絕之後的復仇的酣暢淋漓。那麼第二個需要注意方面呢，是中美之間的競爭啊，它不是兩個國家之間的單獨的競爭，而是兩個體系之間的競爭。這個我們看到美國啊，他經常喜歡說啊，他是擁有一個偉大的同盟啊，他做什麼事情往往不是說我為了全人類怎麼着，我要遵守聯合國怎麼着，他通常的理由就是我和我的盟友要怎麼樣啊，我為了盟友的利益我要怎麼樣。所以呢，美國的對外戰略競爭過程中啊，他是非常注意利用這個盟友體系來競爭的。那麼最比較核心的就是他的五眼聯盟，也就是都是恩格魯薩克遜家族的，然後在外圍一點帶上了比如說日本啊、韓國呀、新加坡呀，在歐洲呢還有歐洲大陸上的一些所謂的盟友。那麼它的這種同盟體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源自於羅馬同盟大戰略的這樣一種特殊構造。這一點呢，我們中國人以前對此研究的不多啊。按照孟德斯鳩對羅馬同盟體系的研究啊，羅馬他在擊敗任何一個對手之後呢，他都會迅速的提供一個協議啊，就是說我們可以不用打下去了啊。按照這個協議呢，你成為我的盟友以後，你的安全我來罩着啊，我可以給你提供和平與繁榮的機會。以後誰再來欺負你，報我名字啊。但是你有義務，下回我去欺負別人的時候，你也得出兵啊，你得加入我的陣營。這裡邊有一個門道啊，一個魔鬼在細節中。就是他的進入他的盟友體系之後呢，你跟羅馬成為盟友，但是你跟羅馬的其他盟友之間絕不是盟友關係。那麼羅馬居於其中啊，他會操縱各個盟國以及盟國之間的關係，每個盟國跟他都是友好的關係啊，都是依附性關係。但是盟國之間兩往往是有矛盾的，是吧？然後呢，盟國內部他的這個權力傳承過程中，他也一定要深度干預的。所以我們看用這樣一種思維框架來看。今天美國在全球多數地方的這個同盟體系啊，也有類似的特點。比如說，他在東亞，日本跟韓國之間鬧矛盾，以前中國也加入他那個體系之後呢，中國大陸跟中國台灣之間有分歧，然後呢，韓國跟中國之間也鬧矛盾，中國跟日本之間也鬧矛盾。這些矛盾它都是由中心的核心國家由這個盟主他精心維持着的。但是呢，現在中國從他的體系中正在獨立出來。那麼這種獨立形成競爭之後呢，目前來看，這種新的陣營正在悄然浮現。從戰略史上來看呢，美國應該算是犯了大錯，犯了大忌啊。在贏得冷戰之後，美國的許多的戰略思想家都在各自的專著中間、演講中間反覆的提到啊，將來美國一定要避免中俄之間結盟，一起來對付美國。但實際上，事實上，我們看到現在美國由於它的自大，由於它的戰略錯誤竟然把中俄這兩個有着夙願的相鄰大國逼成了背靠背的戰略協作關係。對於美國陣營來說，日本和印度的加入形成所謂的四國關係快了，它呢這種對於美國的整體國運來講根本不足為憑甚至反而是個陷阱。日本這個國家有着獨特的忠誠它永遠忠誠於最強大的那個國家所以呢，我相信2035年之後，日本的站位很可能會發生一個質的變化。那麼印度的戰略思想傳統源自於它的謀略學的經典考蒂利耶所著的《政事論》。其中有個核心的理念，就是利用別國之間的矛盾做首鼠兩端的騎牆派，向雙方索取好處。所以呢，曾經有印度精英這麼樣概括他們自己的對外政策，他說你跟印度打交道就如同剝洋蔥一樣，一層一層的往裡剝，總是滿懷希望，總覺得裡邊有好東西，而且剝的過程中不斷的讓你感動的淚流滿面，但是剝到最後一無所有。對於中國來講中國現在我們拉着俄羅斯將來可能還要拉着更多的人進入構建一個新的體系這個體系中我覺得我們一定要抓住主要矛盾一定要有足夠的氣量風物長宜放眼量，千萬不能在乎一城一次的得失，因為這個我們處於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競爭，贏了這場競爭，這個世界都好說；如果輸了這場競爭這個代價是極其巨大的。所以呢，我們要吸取當年蘇共的教訓，如何對待那些較弱的盟友一定要大氣。而且呢，美帝國它的同盟體系從政治經濟學角度來講，本質就是一個槓桿不光是利用它的貨幣來獲取全球財富的這樣一種槓桿，它的同盟體系其實又何嘗不是一種槓桿？
那麼今天中美之間競爭，我們所对抗的不光是美國那個3.2億人，再加上2000萬非法移民的話，3.4億人，我們對抗的其實是整個美國的同體系。這裡邊注意了，假如說我們從這個金融市場的角度來講，中國方面目前基本上還沒有跟太多的國家結盟，是吧？我們主要是這個結伴不結盟。目前中美競爭中國主要靠的是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資源、自己的能力啊、自己的儲備。而美國呢，它不光是用它那個3.4億人，它還拉了歐洲、拉了日本、拉了其他方方面面啊，要組建它的盟友體系來跟我们对抗。目前双方態勢啊，是一個我認為是一個均衡狀態啊。那麼稍微有點金融常識的人都會知道，美國的處境其實是非常危險的。為什麼呢？你可以想象多空兩個期貨主力在某個品種上，是吧，在進行對峙啊，雙方都在開始不斷加碼，目前處於均衡狀態。但是呢，多方啊，也就是中國做多的這方，我們是相當於沒有加槓桿，主要就是靠自己。而這個空頭陣營的老大呢，雖然口頭上咋呼的響，氣勢上很囂張，但其實他作為空方，他的實力不濟啊，他必須要拉着一堆盟友來才能取得一個均衡狀態。那這種態勢隨着時間的推移是不穩定的。一旦這個中國方面也開始加槓桿，那就很可能會導致空方陣營出現瓦解和爆倉啊，出現這個所謂的這個逼空狀態。也就是說假如說他們未能兌現對其中某一位盟友的安全承諾或者是經濟承諾，那就很可能會失去他其他所有盟友的戰略信用和戰略信任，很可能出現一夜之間众叛親離的局面，類似於金融市場上金融機構爆倉，是吧？槓桿斷裂被強制平倉 margin call 的場景。所以我們對付這樣一種加了高槓桿的對手其中一個辦法就是想辦法讓他使用槓桿的成本邊際成本越來越高然後呢用時間來耗死他。使用槓桿是有成本的，時間越長，盟友們向美國索取的利息就越多當中國有意的針對其盟友體系中的較弱的那些行為體施加壓力的時候，或者充分利用他盟友之間的矛盾的時候，美國需要支付的代價將遠遠超出他從盟友身上所獲得的好處。第三個方面呢，我想中國應該做好國內自己的事情這個所謂做好國內事情大家現在都喜歡說這句話，我的理解是要做好國內的再分配和國際再分配。這個再分配首先呢，我想是中央和地方的再分配也就是中央政府應該主動多借錢，利用他自己良好的國際國內信用這個敢於借錢。為什麼呢？1971年之後，我們進入了信用貨幣時代，取代黃金的東西是大國的主權信用，所以中國政府多借國債多借低利率的國債、長周期的國債，它本身就是在創造財富。許多人不理解這一點，這個缺乏貨幣知識基礎的人不理解這一點，覺得財富是勞動創造的，是吧？那麼但是在現代貨幣體系裡邊呢，你這個實體的東西跟虛擬的東西必須匹配。你實體的東西之所以能夠運行，要麼你是為美國、歐洲創造生產然後呢掙到他們的主權政府所這個印的鈔票所借的債。那麼一旦他不買你東西，那怎麼辦？就應該由中國這樣一個新興大國的主權財富信用來進行擴張它的貨幣基礎來創造這個虛擬經濟，來跟我們的實體產能相匹配。中央政府要多借債，要形成一個巨大的全球最大的国債池子，是吧？甚至應該要比美國更大才會健康。與此同時呢，地方政府要少借債因為地方政府的債務的利息高除了中央和地方之間要進行再分配之外呢，也要做好區域之間的再分配也就是東南沿海應該向內地、向北方做更多的轉移支付。還有一個再分配，還有一個結構性調整呢，就是中國的央行資產負債表應該繼續減少外匯儲備、外匯佔款，而代之於中國的國債。我們在外部的儲備呢，減少對美歐日的國債的持有，而更多的去投到一帶一路沿線的股權和債權尤其是我認為應該增加對他們的股權投資，也就是跟全人類外圍地區的年輕人共同成長。那麼最後呢，我覺得我一貫呼籲的也就是要改變我們整個中國社會之上上下下大家對這個貨幣和財富的認知要從貪婪而短視的重商主義中間盡快給走出來。貧窮帶給人的傷害是至少有2輪第一輪是匱乏本身帶來的痛苦，第二輪則是心理上對匱乏的那種記憶和恐懼導致行為的扭曲。那麼有些人會非理性的積攢金錢，給自己帶來不必要的風險和災禍。那麼個人如此，國家也是如此。沉迷於重商主義的財富錯覺，把積攢金錢，也就是積攢別人給你的債務承諾呢，當作經濟發展目標就是這種曾經的匱乏感
給我們國家帶來的2次傷害的主要表現。那麼，如果在1971年之前，在这個貴金屬作為本位的時候呢，一個國家多斬點金銀啊，還有一定的政策價值，因為畢竟呢，金和銀這些貴金屬它的價值是相對穩定的。可是1971年之後我們處於一個無毛貨幣時代，沒有1毛了，這個價值的基礎它是其他國家的這個主權信用了。那麼這樣一個背景之下，你如果繼續用自己年輕人的時間、勞動和生命去用本土的資源和環境去換取別的國家可以零成本創造的無窮無盡創造的這個貨幣呢，這種行為它不是貪婪，而是愚蠢。那麼一旦擺脫了重商主義的貪婪和愚蠢給我們帶來的約束一旦願意接受本幣計價的適度的財政赤字，一旦願意放棄每年幾千億美元的貿易盈餘，那麼中國國內的市場規模就會出現數倍的擴張。